6年前在加拿大 MBA 毕业之后，我们班上的留学生几乎都拿到了3年的工签，而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只拿到1年工签的人。而且当时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按照加拿大当时的移民政策来看，我应该是无缘拿到加拿大的永居的。然而在几个月之后，我却成为了我们班上第一个拿到永居的人。2021年，我愿意称之为我40多年人生中最魔幻的一年。也是那段经历影响了我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理解。今天我就想回顾一下那一年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首先是在年初，出于签证的压力，我快速找到了一份工作，而老板是一个典型的 NPD， 我和同期入职的同事每天被他 PUA。 我们当时的状态就是上班煎熬，下班吐槽。我像祥林嫂一样，当时但凡是和我聊过天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我的老板是个 NPD。 但我知道那种状态并不健康，这种不健康的状态是来自于我 toxic 的工作环境，而我的抱怨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发泄体内的负能量。其实我是一个在工作上不会委屈自己的人，我经常因为看不上我的老板而辞职或者是调转部门。而我当时之所以没有这么做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工签太短，想着工作经验攒点是点嘛。第二就是我发现我没有能量去骑驴找马，所以也是通过那一段经历，我开始理解孙俪最近演的那个电视剧《危险关系》里边被 PUA 的那一方，他就像一个血包，被 NPD 的人吸血，抽走他的能量，明知道自己陷在泥潭里边，却爬不出来。幸运的是，后来有2件事情让我的困境有了转机。第一个是我想起来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在微信上算命的，他说当时那个人算他什么时间，大概在什么方位能找到工作，全部都说准了。所以我当时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状态，想要找那个人算一算，看看到底还有没有希望换掉这份工作。当时应该是4月初，算命的和我说，从我的运势上来看，如果我在5月下旬到6月中旬这段时间开始投简历找工作，换工作的概率会非常大。我问他，那我能不能拿到加拿大永居？他说这个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他算不出来。我觉得他还是挺诚实的。当时的这个结果算是给了我点安慰吧，至少觉得还是有一点希望的。紧接着1个月之后，在5月6号，因为当时由于疫情的关系，回流非常严重，加拿大政府为了留住那些在加拿大刚毕业的有工作的人，推出了一个临时的2万个名额的移民政策。政府当时搭建了一个临时的申请平台，在5月6号中午12点的时候准点开放，你需要用邮箱注册验证，然后登录到网站上去上传他需要的文件。因为名额只有2万个，所以大家就像秒杀一样，通道开始之前就摩拳擦掌在电脑前等着。我记得我当时提交的时候，大概是开放之后的15分钟，因为那是一个临时的通道，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审核速度有多快或者多慢。当时我们知道的是，在1年前被捞起来的人还在审核当中，还有没审完的，所以我们并不觉得我们那个项目会被审核得很快。但是对我有利的一点就是，因为我已经递交了这个申请，只要它还在审核当中，即使我的工签过期了，我也还是依然可以留在加拿大。在我递交完这个申请之后，又过了2周，我觉得我实在是达到了我的容忍底线，在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也提出了离职。在我提离职之前，我还给我的移民顾问发消息，我问他我现在能不能离职，因为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移民政策到底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是不是你在递交完申请之后要一直保持工作的状态。我的移民顾问2个小时之后回复的我，说最好再等一等，但我当时回复他，我已经提完离职了。在提完离职之后，我才有精力100%的投入到找工作的准备当中。在我投完简历的1周之后，就收到了面试通知，再1周之后就收到了入职通知，在6月14号入职了。
而这一切发生的时间段刚好就是那个微信上算命的说的5月下旬到6月中旬。这个微信的算命的是真的准啊。在我入职之后，因为我需要开车去上班，所以我就要买车。我当时是谈了一个利子的合同，但是正常来说，利子是需要你至少有2到3年的有效签证的，而我当时的工签马上就要过期了。我去谈这个合同的时候，跟那个销售说，我8月份永居就能下来，你可以现在就帮我调车。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出于疫情的关系，供应链紧张，我想要的那个型号他们没有本地的库存，只能从其他的地方调。所以我说刚好你给我调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等我的永居，等我的永居下来了之后我就来提车。销售也答应了。当时陪我一块儿去的朋友下巴都要惊掉了，他们感觉我在吹牛，我在说胡话。因为我才刚递交了我的移民申请，怎么可能这么快在8月份就能下来呢？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8月18号那天，我的枫叶卡被批了，所以一切都是在按照我的意愿在发展的。再后来我就经历了升职加薪，我还跟我的约会对象说我2年之后将要去欧洲工作，结果1年半之后我就真的来了西班牙。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显化和吸引力法则，但是当我了解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些解释之后，我的想法就有了改变。首先，关于算命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因为它准呢？如果说那个算命的告诉我了一个时间段，但我在那个时间段并没有采取行动，我没有去投简历，没有去找工作， offer 不会从天上直接掉到我头上来。这让我联想到有一些考试的人，他们去某个庙里边求神拜佛，希望能够考个好成绩，最后就真的考上了清华北大，他们就会说那个庙很准。但是我相信再准的一个庙也不可能让一个平时考200分的人在高考的时候考700分。所以那些本身能够求神拜佛的人，他们本身就是有这个实力的，只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够坚定，而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来坚定他们的方向，给他们更强的动力。但其实最后实现这件事情的人还是你自己。所以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你的信念有多强，决定了你的成败。如果你说那算命的至少算准了你能找到工作的时间，但其实在我入职之后，我发现我们其实一直在招人。在我入职之后的几个月，甚至1年2年，我们其实都有新同事入职。也就是说，如果我即使不是在当年5月份的时候去投那个简历，我也有可能是在7、8月份或者在年底找到这份工作。关于我自己预测准了我在8月份就能拿到永居这件事情，它听起来很像是一个显化成功的案例。其实这并不是我拍脑门想的。在我们提交完了5月6号的申请之后，很多人会在小红书上去分享他们的进度。比如我当时是在第15分钟的时候提交的，我能够看到比我早几分钟提交的人，他们现在是什么状态，然后我根据当时的一个趋势来推测出来，我自己是能够在8月份拿到永居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直觉，也许这跟我的 INFJ 的人格有关吧。我们的直觉一直很准。而我后来的升职加薪到转岗来欧洲这些事情，其实也都是因为我出于我对我工作的热爱，我确实是全身心投入到其中才得到的结果。并且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边也有讲到，当我想要去欧洲的时候，我有告诉我身边所有的人，所以他们其实都来帮助过我。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些事情是单纯的算得准或者是显化，它靠的其实是坚定的信念和行动力。我认为那些都是我的自由意志，但是就在最近，我的想法又产生了改变。你会发现，即使你有再坚定的信念，再强的行动力，也并不是能够控制所有的事情。我会觉得那些已经实现的事情，它们其实早晚是要发生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享受而已。爱因斯坦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在宇宙大爆炸的那一刻就已经都确定了。而对于它相对论的一种哲学解释是说，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是一本已经写好的书，我们的未来其实早已注定，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间只是这个翻页阅读的过程。其实这个说法本质上是违背了我原本非常坚定的平行宇宙的世界观。我自己的平行宇宙世界观也是经历过2到3次更新的，这个我们可以放到下期来讲。我们现在假设爱因斯坦所拥护的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自由意志其实也就不存在。我们以为我们现在有的想法，想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发自内心，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但其实这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我在来到欧洲之前就攒够了加拿大的移民监时长。我之所以能够攒够移民监时长，是因为我拿永居拿得早。当时跟我同期申请的朋友，他们有的是在我拿到之后1年才拿到永居的。而我当时能够快速拿到永居的原因，是因为我找了一个移民顾问。我的移民顾问帮到我最大的地方就是他帮我准备了充足的材料，提前合并好了文件。因为当时在申请的网站上最耽误时间的点就是当你打开这个页面之后，你发现他要求你把你的工作合同和在职证明合并到同一个 PDF， 你在学校的毕业证和语言成绩需要合并到一个 PDF。 所以有很多人如果在申请之前他们的文件都是分散着的，他当时要现去合并 PDF 再上传，这样就会浪费很多时间。而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合并任何一个文件，所有东西都是提前合并好上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移民顾问帮助到我最大的地方。而我之所以当时会有这个移民顾问，并不是单纯的为了5月6号的这次申请，而是因为我只拿到了不到1年的工签，所以我需要他帮助我抓住一切还有机会移民的可能。所以当我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今天能够来到西班牙的我，应该感谢当时那个只给了我1年工签的加拿大的签证官。我发现当我接受了相对论的这种解释之后，我反而更明白了什么叫享受当下。如果未来已经确定，你根本不需要焦虑，该来的总是会来的，而你需要做的就是用你当下最好的状态去享受现在的每一刻，去经历命运为你安排好的每一个环节，把你的频率调整到和命运的齿轮相吻合，日子就会过得越来越舒服。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像道家所说的无为。无为其实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势而为，不自暴自弃，也不强求。我们总说人生长河，如果它真的是一条河，只要我们不去对抗，就能够感受到河水的浮力带给我们的托举。如果你也相信人生在任何阶段重新开始都不算晚，那么你有可能会对我35岁才第一次留学加拿大，40岁又搬到西班牙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感兴趣。之后我会分享更多我的真实故事和人生感悟。我们下期再见喽。